虎年春节到了，科技美学给大家拜年了，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发财，虎虎生威。大家呢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小灯笼按钮，许下你的新年愿望，在未来的一年里，让我们共同努力实现它。好了，我们下面马上开启本期内容。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2021年还未结束的时候，全新一代骁龙8移动平台呢就正式对外发布了。从抢首发到多款骁龙新品的一起上市啊，在过去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各家厂商纷纷发出了自己的旗舰机型。以往到4、5甚至6月份才发布的手机，今年全都赶上了1月份。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找来目前已经上市的骁龙8旗舰机型，通过测试横向对比，来看一看各家手机厂商能否在上市这最短的时间里面调教好一台真正配得上旗舰的高通骁龙8手机。本期视频呢，所有测试的机型基于如下的系统版本。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5款新机摆放在一起 ，iQOO 9 Pro 的燃情配色最为扎眼，搭配大尺寸的后摄模组，使其一眼呢就会被看到。1+10 Pro 的后摄设计也相当具有辨识度。小米12 Pro 和真我 GT2 Pro 的机身配色比较柔和，整体看起来时尚日常。摩托 Edge X30 的机身外观风格沉稳，比较传统，但贝壳配色呢会随着光线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彩色反射。机身材质方面呢，小米 iQOO 提供玻璃和素皮2种贝壳版本，摩托和一加均采用了玻璃磨砂材质背板，而真我则在这次带来了新型的环保生物基材料，当然也为喜欢玻璃背板的用户提供了新一代的 AG 玻璃工艺版本，重量上略有差别。除了摩托之外，其余几款机型呢都采用了金属材质的边框。单从触感方面来说，小米背板摸上去很滑，甚至很难让你感觉到这是一台磨砂背板的机型。而一加的镜头与边框一体成型的设计，除了辨识度高，在手掌上握持的时候会略有突兀感。值得注意的是，这第一批的旗舰机型，各家厂商并没有都去选择曲面屏。重量方面，经过实测，真我最轻仅为193.7克，其次是摩托，而其他机型呢均超过了200克。最重的是小米12 Pro， 达到了207.9克。要更好的机身材质与质感，还是要更轻的重量，目前呢还难以做到两全。在不包含摄像头突出的情况下，真我最薄，只有8.3毫米，其次呢是摩托。正面观感部分，小米、iQOO 及一加均配备了曲面屏，摩托和真我则使用了直屏设计。真我和一加呢，将屏幕开孔放置在左上角，其余3台机器采用中置打孔设计。屏幕尺寸方面，5款机型的尺寸是接近的，均在6.7至6.8英寸之间。屏占比方面，经过实测 ，iQOO 最高达到 90.3%， 一加和小米的屏占比数据接近，均在 89% 左右。直屏机型的垂直观感屏占比当然更低，真我只有 86%。显示方面，5款设备呢均使用了钻石排列。像素密度 PPI 根据软件显示呢，真我最高，其次呢是1+10 Pro。在屏幕分辨率方面呢，只有摩托是 1080P 的屏幕，其他4台机器啊，最高呢都来到了 2K 以上。当然，在刷新率的部分啊，摩托更高一些，达到了144赫兹，其他几款机型呢，最高均是120赫兹。在亮度方面啊，设备显示为白色背景，我们手动调至最高亮度。一加的实测手动亮度最高达到550尼特，摩托最低不到500尼特。而在强光照射下的激发亮度 ，iQOO 呢最高达到900尼特，摩托最低只有628尼特。
从几个直观的主要参数来看，iQOO 在屏占比、亮度、显示等方面是占有优势的。其次呢是一加，直屏机型当中，真我的表现也不错。接着我们调整亮度至300尼特，开启各机型对 HDR 视频的优化选项，来播放一段 HDR 视频，看一下显示效果。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小米在同等亮度以及相机参数设置下有着明显的频闪。显示亮度上来说呢，iQOO真我最亮，细节呢也更丰富一些。摩托的亮度最低。在色彩方面，一加和真我的画面饱和度略高，细节部分一加、iQOO、真我的表现都是不错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各家屏幕呢都开始使用 LTPO 技术，但目前呢，安卓阵营显然在软件的刷新率适配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上游厂商、手机终端厂商、软件开发商的多端努力才可以。目前呢，几家品牌的表现都不太稳定啊，经常是2个版本之间的固件策略差异巨大，适配情况呢和 iPhone 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当然了，苹果上市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了，所以呢，我们预计在1到2个月之后，等待各家安卓阵营厂商完善固件，再进行测试。这5款骁龙8的机型啊，都配备了双扬声器。其中呢，小米所定制的哈曼卡顿4单元扬声器在参数方面是更好的，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咱们戴上耳机来听一听。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从此停顿。心中汇成河流，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震动触感方面，摩托呢搭载了 Z 轴的线性马达，其余呢均为 X 轴的线性马达。这个环节啊，我们给5款手机下载同款第三方输入法，震动程度呢调整到同一水平进行对比。大家可以通过麦克风来简单的感受一下。
通过测试体验啊，小米的表现是最好的，其次是真我，一加和 iQOO 的反馈效果接近，而搭载了 Z 轴线性马达的摩托在第三方输入法测试当中则表现一般。不过呢，如果切换成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其打字的震动体验还是不错的。影像系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台机器影像系统的参数。摩托配备了5000万的豪威 OV50A 传感器，真我呢配备了5000万像素的索尼 IMX766。那这两款传感器都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小米首发了5000万像素的索尼 IMX707，一加呢则搭载了4800万像素的索尼 IMX789，而 iQOO 呢则搭载了5000万的三星 GN5 的主摄。5家厂商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啊从参数上来看呢差异较大，有的呢上市已久，有的呢是刚刚面世。纸面分析的话呢，最新的索尼 IMX707要更好一些，而三星的 GN5 1.57英寸的大底啊还没有之前1.12英寸的三星 GN2 大。当然，传感器硬件只是一方面，还得看各家调教的情况。我们来直接看一下样张。首先强调一下，白天的样张当中呢，我们开启系统的 AI HDR 自动。5台手机当中 iQOO 已经有明确的消息表示会有一版大的相机固件更新，在我们测试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还是现有的测试版固件，所以 iQOO 的影像部分呢，大家全做参考，我们主要看另外的4台机器。首先，在超广角样张当中 iQOO 的取景范围是最广的，在广角畸变的抑制方面啊，5台机器呢都控制得不错。色彩方面，真我对比度更高，颜色呢也更加鲜明。小米、摩托有一点轻微的曝光过度，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我的表现最为出色，其次呢是小米。我们切换至最常用的主摄样张，小米和 iQOO 啊是整体偏暗，其他3台手机呢曝光适中。不过呢，一加的饱和度明显更强，真我的颜色呢则更讨喜一些。对比实际的场景啊，摩托是最符合肉眼所见的，它的 AI 效果是几台机器当中最弱的。放大细节来看，摩托依旧表现出色 ，iQOO 的画面呢有点糊，小米的暗处啊也没什么细节可言，表现一般。第3组长焦样张当中，因为摩托呢没有长焦镜头，其长焦样张采用的是1倍主摄放大裁接。真我和小米呢支持2倍光学变焦 ，iQOO 支持2.5倍，默认长焦可以看到一加的3.3倍光变效果最好，放大到统一画面，一加的画面清晰，细节最多，表现最好。但是对比度拉得有点太高了 ，iQOO 锐化程度较弱，最接近原始的样子，而真我呢对于天空云彩的细节保留要明显更多一些。接下来超长焦样张当中，摩托罗拉最高支持10倍数字变焦，一加和 iQOO 呢支持30倍数字变焦。对比之下，可以看到 iQOO 的表现最好，瓦片和楼梯细节丰富。放大到统一倍率再来看细节，两款30倍数字变焦的机型呢要更有优势，而摩托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组逆光的样张显而易见啊，这组逆光样张当中，摩托的样张明显更好一点，宽容度和色彩的饱和度处理的都不错，清晰度呢也比较高，有一种 ins 风的感觉。亮部不但没有过曝啊，而且暗部细节呢也直接拉满，苹果看了都得喊声大哥。看完白天样张，再来看夜晚的样张。首先呢是普通模式下的主摄夜景，小米和摩托的颜色啊有点偏红，摩托呢画面最亮。放大看细节啊，只有小米在灯光部分控制的比较好，暗处的数值错落有致，亮处的强灯部分还有冰灯的部分也都呈现的比较完美。在开启了超级夜景模式之后呢，5台机器啊改变了对于夜晚灯光的处理策略，高光部分呢都是有所压制的，其中呢小米依旧表现最佳，摩托呢有些锐化严重，噪点呢同样是最多的。我们再切换到超广角端的超级夜景，在光线较差的情况下，一加表现最好，暗处清晰可见，亮处的部分呢光晕控制的也不错，同时呢噪点是最少的。小米表现就比较差了，几乎所有的黑暗的地方都是无法看清的。摩托的亮度一般，画面呢也较为模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人像和自拍的效果。人像部分啊，默认设置下真我的虚化效果最为明显，景深效果呢也比较优秀。小米拍摄人像的时候，相比较其他几台手机的拍摄距离要更远一些，同等距离下取景范围也更小。一加和 iQOO 的磨皮效果更自然，并没有过分的美颜，而真我和摩托的美颜效果呢则比较明显，估计能更受女生喜欢。镜头切换到前置自拍，大家觉得哪一张更好看呢？默认3秒时间做到
啊，答案公布啊，眼见为实，正如摩托的表情所示。本期视频所有的样张部分的原片未经任何修改的，你都可以在科技美学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下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5台机器的录像的表现。我们找来 iPhone 13 Pro Max 进行对比参考。通过测试画面，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摩托和一加的画面呢曝光较低，白平衡也有些许的偏色，画面有一种雾霾的感觉，整体的观感还有待提升。其他4台机器的色彩较为接近，其中呢小米的色彩及画面处理仅次于 iPhone， 其次是真我、iQOO 以及一加。在对焦测试方面啊，这5台机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速度方面都是拿得出手的，但是摩托罗拉呢，在对焦的过程当中，对于环境的测光反应速度会稍慢一些。时间来到2022年，与早些时间不同啊，部分新发的机型呢，设置选项当中也逐渐的取消了防抖开关，方便大家随时去拍摄。本次呢，我们手中的5台机器当中，真我与 iPhone 类似，没有单独开启和关闭防抖模式的开关，而一加则不支持 1080p 30帧下开启防抖。在开启默认防抖模式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防抖开关的真我表现是最好的。摩托呢画面锐化严重，而且防抖的表现不如其他几台机器。其次是小米，在第一档防抖模式当中表现也比较一般。而 iQOO 在本轮的标准防抖当中表现不错，但是呢画质要明显低于其他几台机器。接下来呢，我们开启小米的超级防抖 Pro 模式，还有 iQOO 的超级防抖模式。小米呢，在超级防抖 Pro 模式下会自动切换至超广角，画面抖动虽然有所减弱，但是画质也有所下降，而且呢，在录制的过程当中还会有画面卡顿的现象。而我们手里的这台 iQOO 啊，还是因为早期相机固件的原因，只要开启防抖呢，就无法准确对焦。人工干预对焦之后啊，整体画面依旧模糊。但是呢，当我们开启地平线防抖之后，机器呢自动化切换至超广角镜头。整个画面的画质以及抖动均有所改善。我们期待后续各家厂商对于录像防抖部分的优化以及功能模式的完善。就目前的软件适配情况来说，这几家厂商的视频防抖部分的表现都不能令人满意。小结一下影像部分，不出所料，搭载之前发布的索尼 IMX766 的厂商呢，他们经过长时间的调教之后啊，所有的样张都是比较优秀的。一加10 Pro 本次的测试呢，也是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在长焦的部分。首发索尼 IMX707 的小米12 Pro 呢，在测试当中表现目前还是一般的，看起来还需要后期的固件优化。摩托罗拉方面呢是中规中矩，但在逆光表现当中呢，有一点刷新我们的印象。时至今日啊，大家对于骁龙8处理器呢都有了大概的了解。各机型发布的第一时间，我们已经对它们的跑分啊，以及游戏啊，以及第一版的固件进行了详细的测试。测试过程当中，将设备亮度调到300尼特，保持室温24到27度之间。需要注意，这5款测试机型当中，除了摩托之外，其他几款机型呢会有单独的性能模式或自家特色的模式。为了照顾到更加的全面，所以呢，我们开启和关闭性能模式状态下进行多次的跑分，并且选取各个机型在多种模式跑分当中获得的最高那个分数。顺序读取写入测试当中，小米最高达到1969，顺序写入呢 iQOO 最高达到1445。随机读取写入测试当中，同样是小米最高，其他几款机型呢表现接近。在 3D Mark Wildlife 测试当中，一加得分最高，其次呢是 iQOO， 得分均在1万以上。摩托真我表现接近。在 GFX Bench 测试当中， OpenGL 1440p 模式下离屏测试，这5款机型的数据是接近的，小米和摩托略高，达到43 fps。而在 OpenGL 1080p 离屏测试当中呢，一加是最高的，达到114帧 ，iQOO 最低。曼哈顿 3.1 1080p 离屏测试当中，摩托呢可以达到173，而在 3.0 的测试当中，小米最高达到256。Geekbench 5测试当中呢 ，iQOO 单核成绩以及多核成绩都是最高的，单核达到1270，多核达到3853。Antutu 测试当中，同样是 iQOO 9最高，超过102万。摩托在上市之后啊，更新了几版固件，最新这一版固件的跑分呢是有所下降的，目前的版本呢只有98万7000分。
在跑分这种极限测试之外啊，游戏测试呢更能体现设备的日常运行的情况。测试环境亮度设置与性能测试是相同的。首先呢来看和平精英，我们基于设备默认模式来运行。HDR 高清模式极限帧率，开启抗锯齿阴影，连续运行30分钟。帧率方面，各家机型差别不大，摩托呢最高平均达到 59.9。游戏之后测试温度，小米正面温度最低只有 39.7， iQOO 温度最高来到 43.4， 背面温度小米同样表现最好。下面来看一下原神的测试，在设备默认情况下呢，不开启任何模式，在高画质60帧选项当中试玩30分钟，摩托的平均帧率最高达到 47.4， 其次是一加和小米，而真我呢在此项默认模式当中平均帧率被锁定在30帧。背面温度方面，自然是帧率最高的摩托罗拉温度最高，来到 45.8， iQOO 呢最低只有 41.5， 而在正面温度对比呢， iQOO 最低只有 42.3， 一加最高达到 48。 在默认模式下呢，真我和 iQOO 的温度相对控制较好，当然二者呢从平均帧率来看也是相对较低的。在默认模式下，为了控制机身的发热，各个机型的帧率表现都不尽如人意。那么如何平均好帧率、温度、功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以至于厂商对部分手机的高负载游戏做出了专门对应的功能，来提升用户的游戏体验。小米呢，此次在开发者选项当中加入了极限模式，摩托呢也在游戏空间当中加入了性能模式。真我开启 GT 模式之后对于游戏性能有一个更好的释放，而一加本次推出的极限稳帧也是直接作为此次的卖点之一。iQOO 更直接在机身内部加入了专门针对处理游戏画面的独立显示芯片，来解决帧率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开启相关的模式再次进行测试。通过帧率图你可以看到， iQOO 呢因为有独显插帧，平均帧率是表现最好的，达到了75帧。真我、摩托、小米平均帧率呢也都提高到了50帧以上。一加虽然帧率略低，只有 43.4， 但是从波动图来看，一加的波动呢是这几台机器当中最小的。游戏30分钟之后实测开启了极限稳帧之后的一加正面温度有了明显的下降，只有 42.4， 其他几款机型呢均超过了47，而真我甚至超过了50。背面温度方面呢，同样是一加最低，控制在了 42.5， 其次是 iQOO， 插帧之后 75.4 帧的表现却只有 45.5 度的温度，属实是不错。当然根据我们之前的测试插帧的模式尽管可以获得很好的帧数，但相比较真实的高帧率呢，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比如在超快速的移动的过程当中，会略有拖影的情况，但相比较插帧之前，提升还是很明显的。游戏部分简单总结，普通的中低负载游戏呢，类似和平精英、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的标准帧率模式下，这几款手机表现各不相同。小米12 Pro 呢，在保证帧率的同时，温度控制的最好。其余的机型呢表现相差不大，而在高负载的游戏中，类似原神，开启各种机型对应模式之后，一加10 Pro 的帧率虽然变化不大，但是设备的温度却得到了更好的控制，下降也比较明显。其次呢是有游戏独立显示芯片的 iQOO 9 Pro， 在提升帧率的同时呢，温度功耗控制的也不错。其他的机型对于高负载游戏的策略呢都是提高帧率，那带来的呢就是设备温度的升高。充电续航方面，摩托、真我、一加均配备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iQOO 呢内置4700毫安时电池，电池容量最小的是小米，只有4600毫安时。我们将所有机型调到300尼特亮度下，进行网页、视频、录像以及高画质游戏等5项测试，合计2小时30分钟。最终呢，摩托、iQOO、一加剩余电量是 45%。但值得注意的是， iQOO 的电池容量是4700毫安时，所以它的表现其实要更好一点。真我表现中规中矩，剩余电量 42%， 小米剩余电量最少，剩余 33%。在充电方面，小米、iQOO 最高都支持120瓦，一加稍低，支持80瓦的超级闪充。摩托和真我呢，则分别支持68瓦和65瓦的快充。经过实测，小米5分钟就可以充到 58%，18分钟呢到 100%， 最高功率可以达到 99.4瓦。iQOO 呢，同样可以在18分钟将电量充到 100%， 最高功率飙到 104.7
2.76瓦。在目前的版本当中啊，真我的充电速度甚至比一加的80瓦还要再快1分钟，而且是在电池容量相同的情况下，摩托的68瓦充电速度最慢，充至100%需要50分钟。当然了，即使是充电最慢的摩托，速度呢也要明显快于隔壁苹果这样的巨头。另外呢，小米 iQOO 1加都支持50瓦的无线充电，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加分项。当然，这其中无线反向充电只有小米12 Pro 是支持的。小结一下充电续航方面， iQOO 9 Pro 的电池容量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呢，在充电速度和续航测试当中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主要原因啊，是因为游戏耗电的部分呢，有独立的显示芯片分担了一部分压力，从而呢，在同等画质的情况下，功耗更低，耗电更少。而真我 GT2 Pro 则是3款配备5000毫安时电池容量的设备当中充电速度最快的一个，但是续航表现啊稍微逊于另外2款。小米12 Pro 的澎湃 P1 芯片使其在单电芯的情况下还能保持超高速的充电功率。针对5款机型的测试，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可以看到，各家品牌对于骁龙8处理器的调教是各不相同的。有主打性价比的摩托罗拉，有没抢到首发一心呢想冲高端的小米，有新进子系列 iQOO 和 Realme， 也有提早4个月发布的一加。总之啊，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售价2999元的摩托罗拉是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新一代骁龙8机型。甚至它的价格低于不少前代的旗舰。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那么这款产品的性能以及它整体的表现，绝对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啊，曾经的巨头品牌要想重新回到市场中间，其实要付出的努力远远要大得多。小米12 Pro 呢，在声音啊、震动啊、游戏温度等方面的控制表现是比较亮眼的。拍照上呢其实不错啊，但是呢对于首发索尼 IMX707 的调教，个人感觉还有一定的上调优化空间。澎湃 P1 芯片的加入呢，让小米在充电方面走到了行业的前列。屏幕方面，今年行业竞争激烈啊，所以对比之下呢，小米12 Pro 就没有显得特别的出色。至于首发搭载的MIUI 13，我们看到目前还有一些软件 App 没有很好的适配，但是相对于之前的MIUI 12呢，它的 bug 确实减少了非常的多。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几个月后可能会上市的小米12 Ultra， 它能否真正的去冲击高端。一加品牌呢，从7系列开始啊，就在每一代产品上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主打方向，从高刷新率到滤光镜头。本次的一加10 Pro 呢，大胆的外观变化可能是大家第一眼就能感受到的。但除了这些，此次呢并没有带给我们特殊的某一方面的记忆点，这让一部分极客用户可能有点失望。但是呢，我们从一加10 Pro 上面可以看到啊，一加呢正在稳扎稳打，细化手机的系统，优化硬件的性能，比如对于游戏的体验以及屏幕功能方面的优化等等。简单总结一句话，就是一加正在变得越来越成熟。iQOO 9 Pro 呢，距离前代的8 Pro 的发布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屏幕素质的表现呢，依旧是几台机器当中最为出色的。初代的游戏基因到如今，我们还可以在 iQOO 9系列上看到身影。独立的显示芯片的加入呢，给众多的安卓厂商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当然，它对于影像部分的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我 GT2 Pro 清秀的外观设计和配色啊，以及非常轻薄的手感，确实很招人喜欢。这也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高素质 2K 直屏。对于直屏党来说，这简直是福音。打磨了许久的 IMX766 在影像方面依旧很稳，起售价呢3899元的价格也颇具性价比。总之呢，这是一台主打差异化的直屏旗舰机型。步入到2022年啊，手机厂商呢也在逐步拥有自己固定的用户群体。我们惊喜地看到，一部分厂商已经在芯片上面进行持续的投入。硬件和纸面参数再好，如果没有自家的独家技术支撑，那最后只能沦落到组装整合厂商，以至于被行业所淘汰。研发需要技术和资金的持续投入，怎么让消费者买单，形成从产品收益转到产品研发等等一系列的良性循环，才是接下来各家厂商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最后是一个小小的招聘邀请，如果你也希望来到我们这样一个小团队，和我们大家共同去体验中国科技的进步，欢迎给我们投递简历，这里有你的位置。好了，以上的就是本期5台骁龙8机型的横向对比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同时祝大家新年快乐，虎虎生威。
看完本期视频，你会发现不同厂商之间调教策略差异巨大。确实，在过去的1个月里面，有的厂商更新了2版甚至3版、4版大的固件，有的固件要稳帧，有的固件要控温。对于怎么调教新一代骁龙8，看来厂商也没定下来。所以本期测试的结果仅代表截止到目前几台机器的状况。如果在提高帧率和控制温度这2选1的话，你会选择谁呢？我们初步做个约定啊。下个月等这些厂商的固件情绪稳定之后，咱们再为大家做详细对比测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了，这里是科技美学，我是大爷，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是稳定器吗？没事，我放个花絮。我们现在呢是在东北啊，这个温度呢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目前呢是风雪交加，然后温度这个电子墨水屏的温度计都已经冻得不好使了，都已经不显示。现在大概会把世界上主流的品牌的机型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下面就开始。三星这很有意思，我们是贴了一张贴膜，然后它这个冬天的时候这膜会缩，就是你折叠之后，它就感觉好像这个屏幕都崩开了的感觉。所以大家使用折叠屏的时候呢，内屏贴膜还真的是个麻烦的事情。虎年新春之际，给大家科技美学给大家拜年，祝愿大家。虎年新春之际，科技美学给大家拜年，祝愿大家新的一年里升官发不。大家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小灯笼按钮，这是左下角吗？这右下角这边。虎年春节之际，祝愿大家新年快乐！科技美学给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大家呢可以点击左下角小灯笼按钮，大家可以点击左下角小灯笼按钮，许下你的新年愿望。用不用再来一遍？虎年春节。